大家好，我是涅槃说史。今天呢，我们来说蜀大王瞿伯接的最后一集。前两集我们已经说到，1943年前后啊，瞿伯接的武装已经达到了他伪匪生涯的一个高峰。于是呢，他就开始经常和各地的保安团干仗。这个保安部队啊，战斗力通常都不行，小打小闹欺负下老百姓还行，但是真和这种同样有武器的悍匪真刀真枪的干，那还真不行。所以呢，被缴了不少武器。重庆方面一看头都大了，怎么匪患又起了呢？于是呢，也只得又派出3个师前来剿匪。当时瞿伯接和各地保安团打了几次后，保安团吃了大亏。瞿伯接知道肯定会有正规军前来围剿，果不其然，很快国军就派来了万安、万全、万盛3个师前来围剿他。瞿伯接见正规军来势汹汹，不敢硬碰，立即让人通知各地的人马立即分散。100-200人、几十人的小队，利用湘鄂川黔边区的复杂地形来牵制国民党的部队。待到摸清国民党军队的底细后，他们就白天躲山洞里面睡大觉，晚上出来袭扰国民党军队。就这样，国民党军队没剿到什么匪，倒被瞿伯接的队伍搞走了1000多支步枪和几十支轻机枪。而且国民党军队来剿匪，把当地老百姓整苦了。这些国军啊，对老百姓任意刻意通匪、窝匪、从匪等罪名，吊打、枪杀、滥施刑罚、烧房子、敲诈勒索，简直是无所不用其极，弄得参加伪匪的人无家可归，抱着毁家杀父之仇，意志更加坚定。一些无辜老百姓认为横竖国军来了活不成，索性干脆入伙为匪，尚可求得一线生机。所以土匪人数居然是越聚越多。等到万安等3个师一走，瞿伯接就又露面了。那时啊，老百姓都愿意跟瞿伯接一起搞一下，居然发展到19000多人。瞿伯接部开始不用打劫，直接向各地乡保借钱借米，收鸦片烟，到处收买枪弹。当时国民党军队走之前，还把一些枪弹转手就卖给了地方，地方得到枪弹又转手高价卖给瞿伯接。瞿伯接一下收购了几千条枪，共有12000多条枪了。这也是瞿伯接最鼎盛的时期。后来又有国民党86军和川军潘文华部也相继来剿过瞿伯接，期间彭教驴子被打死。但是总体来说，国民党3次派兵围剿，动用了8-9个师的兵力，不但没有把瞿伯接给剿灭，相反却越剿越有发展，越剿基础越稳固。当时国民党剿匪部队剿匪受害的却是老百姓，国民党军队不放心老百姓，并债杀人、烧房子，什么都做。当时有个故事，是国民党并债的时候，集合老百姓发问：国军和瞿伯接究竟哪个好啊？老百姓实在气愤不过，众口一词地说道：国军也好，瞿伯接也好，就是我们老百姓不好。1947年的时候，瞿伯接再次接受到招安的消息，这次是国民党武汉行辕主任程潜来联络收编。瞿伯接对编制这个东西的确有点上瘾，一心想混个正式的前程，一听又欣然答应了。当然这次程潜啊，没有骗瞿伯接了，委任瞿伯接一个纵队司令的名义，还每人发了一套军服。瞿伯接总算是被收编成功了。瞿伯接又靠着在暂住房的宜都县收买了10万多斤木炭，又派人到龙山收买鸦片烟，送了不少木炭给武汉行辕，又运到宜昌一带卖了一部分，一口气又买了2000多支枪，20万发的子弹，部队实力搞得很雄厚。待到真的点编部队的时候，程潜见瞿伯接有这么多人，表示比较满意。瞿伯接也正式提出想组建一个师，程潜也答应了。但是对于瞿伯接要求编3个团却没有同意，只给了2个团的编制。然后部队编完，就开始在宜都左右170-180公里的防线驻防。到1948年，程潜调任湖南省主席，调瞿伯接师开驻慈利王家场。1949年2月，又由王家场经慈利开往大庸。
1949年3、4月份间，瞿伯街又想回龙山收鸦片烟，于是网上报了一下，整个军队开回龙山，在城里住了1个多月。瞿伯街这时已经得了重病，在龙山后就迁到太平山养病。在临死前，他将族弟一直跟随自己多年，仅此于自己的实力人物瞿伯平叫来，说：“我这次病可能很危险，部队要人掌握，你先来代理师长职务。我死了以后，你再好好搞，千万莫脱离城前。”1949年5月，瞿伯街病逝于龙山。下面呢，其实我们还可以继续说说程潜写信给瞿伯平，让其投诚的事情。有始有终嘛。1949年8月是瞿伯平最感困难的日子。瞿伯街5月病逝，8月程潜在长沙宣布起义。最近他又听说追击国民党宋希濂、白崇禧残部的人民解放军已经打到龙山一带，而就在这时，大家又根据瞿伯街的遗愿选他做了师长。这天早上，勤务兵给他送来2封信，一封是宋希濂来的，邀请他一道入川，而另一封是人民解放军永顺军分区司令员叶剑民来的，劝他放下武器归顺人民。眼下的2封信使瞿伯平心里矛盾万分，跟宋希濂逃往四川吧，国民党大势所趋，肯定没有出路；向共产党投诚嘛，又感到自己落草为寇，作恶多端，共产党不能饶恕。想来想去，他感到2条路都不能走。这时，因为程潜起义后又和程潜失去了联系，这样他又和仇敌施姓周里耶土匪头子瞿敏生携手合作，躲躲藏藏地维持了1年。1950年10月，瞿伯平部被人民解放军围攻的溃不成军。瞿和几个团长商量，派军需主任黄保安、参谋主任周克云等4人去长沙向已投诚起义的程潜请教。正在焦急的等待之时，程潜将军派人送来了1封信，是：波平弟，听说你还在龙山一带顽抗，识物者为俊杰，希望你将人和枪交给当地人民解放军，即来长沙见我。程潜瞿伯平不识字，只好叫副官念给他听。他想，如果真是程潜的信，他愿缴械投诚。然而他又怀疑这封信是解放军伪造的。他躺在鸦片烟铺上，一面吸烟一面再次叫副官念那封信。突然他一钻镜，从烟铺上爬起来，大声喊道：“是真的，是真的！”他对副官说，如果解放军伪造的信会写得很长很客气，而这封信话虽不多，但含义很深，也很亲切，而且要我们把人枪交了以后到长沙去见他。第2天上午，瞿伯平主持召开了团长会议，念了程潜的信，谈了自己的看法。于是1950年11月，瞿伯平带着几个亲信从龙山县二梭乡附近的一个山沟里出来，向解放军投诚，其余匪众也陆续归案自首。解放军422团团长郑波派兵送瞿伯平到了永顺，解放军141师师长兼永顺军分区司令员叶剑民亲自安排人送他到长沙。瞿伯平见到了程潜，程潜高兴地对他说：“伯平，你来了，很好。湘西的人都不听我的话，只有你还听我的话。把鸦片引戒脱后，再去学习，为人民做点事。”之后，瞿伯平被先后送到中南军政大学湖南南岳分校和武汉行政干校学习。学习完成后，瞿伯平被安排在武汉市参事室工作，开始了新的生活。民国时期是中国近代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时期，在这一时期，各种社会问题和矛盾纷繁复杂。土匪活动是民国时期一系列社会问题集中体现的结果，也是贯穿土家族地区民国时期的重要社会问题。它涉及面广，影响力强，对土家族地区的政权建设、生产力发展、社会运转、文化传承、民族性格形成等都产生过巨大的支配作用。湘西土匪之所以能够盘踞多年，无论在清朝还是在民国，当朝者都进行过无数剿匪，但越剿越多。
是什么原因形成了这一局面的呢？匪首也并非一般人认为的完全是杀人不眨眼的一介武夫，也不仅仅四肢发达头脑简单的莽汉。他们中有的人有时扮演屠夫的角色，同时又扮演牧师的角色。湘西匪首中有个别人还有鲜为人知的另外一个方面，那就是有的匪首也很为诡谲，有一定城府，也有一定的打仗经验，在为人处事上也不计小节，这样使他们赢得了一定的群众基础，为巩固地盘起到了稳定性的作用。这类土匪最典型的就是龙山的匪首瞿伯阶。不过像瞿伯阶这样的匪首在湘西为数也是不多的，所以比起其他土匪来说，他比较另类。甚至在他的身上能依稀看到一些《水浒传》中的及时雨、宋江的影子。瞿伯阶虽不识多字，但他经常看《东周列国志》《三国演义》《水浒传》等古书，并从中学习一些有益的东西。所以当地人笑说他看《水浒》只看了前半本，只不过是当地人见他一直在招安的路上上当受骗而说的一个笑话罢了。他曾向自己的部下约法3章：一、不准得罪无钱的人；二、不能强奸妇女；三、不要牵别人的耕牛。瞿伯阶认为无钱的人有骨气，讲义气，上可顶天，下可立地。另外，瞿伯阶认为强奸妇女让别人的全家或一族都不高兴，何必为一个女人遭人记恨？还有瞿伯阶认为牵了农民的耕牛，农民就做不成阳春，农民做不成阳春就得饿死，农民饿死了，不仅失去了民心，而且自己的生存空间也就没有了。瞿伯阶的约法3章为他自己扩大和巩固地盘、争取民心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在他的势力范围，他虽不是仁义之师，不能做到秋毫无犯，老百姓还是对他有一定的好感。瞿伯阶的势力之所以能够纵横湘鄂川16个县的范围，除了他的战略战术外，与他的个性为人也有很大的关系。特别是处事大度不计小节，最能笼络人心，赢得了下属和当地老百姓的拥护。瞿伯阶在处事大度不计小节方面有很多常人难以理解的举动，下面2件事可见一斑。在国民党86军进剿瞿伯阶时，瞿将其父收藏在四川酉阳老寨的一家姓王的家里。这家姓王的害怕剿匪部队给他安上窝匪的罪名，于就把瞿父勒死后丢到山里的窖井中。后86军调走瞿伯阶回来，姓王的主动到瞿伯阶面前自首，说是杀害了瞿父，瞿伯阶饶了姓王的。旁人倒替瞿伯阶不平，可瞿伯阶却说他也是不得已才这么做的。自己的父亲反正死了，杀了仇人也不能使父亲复生，最后他还是没有杀姓王的。这样更增加了老百姓对瞿伯阶的好感。还有一件事呢，这个瞿伯阶的手下有一员得力干将叫彭宇清，是四川人。原本是瞿伯阶在四川的对头，张少卿派来潜伏在瞿伯阶身边暗杀瞿伯阶的间谍。后来事情败露，瞿伯阶不仅没有杀彭，反而给了彭一个小官。以后彭对瞿伯阶特别卖力，成了瞿伯阶的得力打手，最后升为支队长、少校团长。就是瞿伯阶有一套为人处事的手腕，所以比较的人心，能够笼络和团结部下，这样巩固了他在湘西的地位。